公元208年10月底，驻防长城的秦军南下，与毁平邯郸的章邯军团会合，40万之众将赵王残部包围在巨鹿。什么？来了，来了！拉起来！跳！上！几十个骑兵，啥也不顾就朝外冲，全交代在这儿了，图啥呢？40万大军围城，有翅膀也飞不出去啊！快点，快点，把那2个逃跑的狗抓回来，给兄弟报仇！挡路干什么？武成侯有令。不准追击，放他们去找援军。就你知道，武成侯不知道。我们怕援军，我们怕援军不来。此时，巨鹿外围已经聚集了3支援军，赵国大将军陈馀率领秦王赵军3万人，以及赵相张耳之子张敖带来的代地赵军1万余人。此外，还有齐国援军2万人，燕国援军5万人，合计总兵力应该在12万人左右。但秦军有40万之众，而且其中15万人常年驻守长城防线，战备水平、装备质量都应该是秦军中首屈一指。他们由武成侯王离率领，而王离的爷爷就是王翦，父亲王贲，父子2人灭掉了6国中的5国。王离降门之后，麾下15万精锐。又有章邯的20多万骊山军团支援，谁敢不自量力进攻解围呢？赵相张耳与陈馀是亦师亦友多年之交，在张耳的反复催求之下，陈馀狠心地说：“我要是去解围送死，回头谁又来替你张耳和赵国报仇呢？”于是只拨了5000人冲击秦军。果然是羊入虎口，全军覆没。这样一来，所有的援军更加坚壁不出。事实上，小小的巨鹿城到现在还没有城破，大概率是章邯与王离想要再一次上演在临济歼灭齐魏联军的战法，以巨鹿和赵王为诱饵，将关东最后的反秦军一网打尽。所以，他们还在等待最后楚国大军的到来。秦军也许早已得到了消息，在巨鹿被围之初，赵王就派出了使者向楚国求援。楚国虽然才经历定陶大败不久，但楚王熊心还是拿出了最后的5万精兵，组成援军北上。楚军主帅是熊心赏识的楚国元令尹宋义，次帅是项梁之侄项羽，末帅则是拥立雄心、居功至伟的亚父范增。但章邯和王离没有想到的是，宋义带领这5万楚军还没有渡过黄河，就扎营等待。这一等就是40多天，止步不前。上将军，我们已经在这里搓1月有余，到底是何主意？次帅何急？秦军势大，赵军也救急大军援救，一时之间难分胜负。此时我们扑上去，又有何意？停在这里就有益处了。你年纪轻，我不和你计较。秦军40万，若不让赵国消耗他们，我们如何得胜？可赵国要是强了，秦军就更是势大了。秦军屠毁邯郸城，尽迁赵人至河内，这笔血债在，赵人不会轻易降的。这才是老成之言。你以为我们在这里是拖延时日？一则我们静观其变，二则我们要联络齐国。齐国反复无常，难以重托。莫帅，你这话很不对。若不是项梁一意孤行，毁了和齐国的关系，怎会到今天地步？呸！齐国2面3刀，先不服就是被他们所害。
我听说你还送自己儿子去齐国做国相，是何居心？你是要串通齐国吗？信口雌黄！你们项家是楚国旧臣，我就不是了。再胡言乱语，休怪我不客气。有种来世！退下！大江义士不得妄传，都给我滚出去！上将军，这事儿我说了算，我是监军，这是王上令牌，给我滚出去！范增，你这是何意？我只为了王上，你在这里迁言事志，有负王上重托。我尽力修复齐楚联盟，你们却要逼我渡河进攻，何作此必败之举？齐军缓不及急，巨鹿危在旦夕，攻固不必胜，不攻则必不胜。前有项梁之剑，今有你二人鲁莽之举，楚军就要全败在你们手上了。项羽，你多说无益，事已至此。里面怎么了？刚才里面吵起来了，怎么回事？宋义与齐国密谋，串通谋反，业已浮招。杀死宋义后，在范增的支持下，项羽自任楚国上将军。他一面写信给楚怀王解释，一面派人追上，杀死了正在赶往齐国路上的宋义之子。然后他率领全部楚军拔营北上，渡过黄河，环水，来到漳水旁。漳水对岸就是被王离率领的15万长城秦军包围的巨鹿城，以及城北固守营垒的10余万联军。而在巨鹿战场的南面，一个叫做棘原的地方驻扎着章邯的骊山军团。从荥阳敖仓依靠黄河水运而来的粮食在棘原下船存储，然后从陆路向北供应给王离军团。为了保障这条路上运粮路线的安全，秦军建设了独特的甬道，这应该是一种用夯土筑基加上大量木栅栏、瞭望塔组成全封闭道路。运粮队在甬道中前行，外界无法侦察，而设置的瞭望台又很有可能采用了类似于长城烽火台的预警系统，能够在华北平原上很早发现敌军，以烽火狼烟示警，既警告了运粮队伍回避，又可以高效通知调集机动化援军。这种甬道运粮的方式，应该是长城军团在长期对匈奴作战中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付游牧骑兵侵扰补给线的战法。如今被王离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巨鹿战场，棘原到巨鹿的甬道，按照专家的估计，应该有几十里。而负责甬道守卫的，则主要是章邯的骊山军团。除此之外，根据史料推测，王离手上还有一支楼烦骑兵，这是北方秦军独有的胡人骑兵队伍，擅长骑射，却又吸收了包括赵国骑兵在内的中原骑兵的一些装备战法，是对付匈奴骑兵的利器。在开阔的巨鹿战场上，他们的机动能力应该是保护甬道的重要保障。当项羽带着5万精锐楚兵来到漳河岸边时，他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40万秦军严阵以待，南北呼应，敖仓粮食供应源源不断，甬道保护看上去也无懈可击。最重要的是，10余万联军完全没有呼应的举动，依然按兵不动。项羽很快做出了部署，他派出2万人立即渡过漳水，发动了进攻。领导这支部队的是反秦军著名悍将英布，他们立即从多个方向扑向甬道，多点破袭骚扰。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彻底切断甬道，而是以游击战术大幅度降低甬道的运粮效率，让秦军疲于奔命。这样的战术动作完全出乎王离的预料，仓促之中他还来不及调集足够的部队进行反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负责保护甬道的章邯军团已经在进行重新部署，王离军团也最终将回过神来。英布带领的这2万楚军虽然颇有斩获，但深入敌阵，背后又是漳水，危在旦夕。上将军令，所有人等便入战兵，拒不入列者斩，畏惧后退者斩，不听号令者斩。灭营火，领干粮，全军即刻渡河。渡河就渡河，让把做饭的缸子砸了干嘛？你懂个屁！打赢了吃喝秦军的，打输了命都没了吃个屁！
上将军，五路破袭甬道，均已成功，损兵2000，其余俱已撤回。将军辛苦了，你们先整顿休息。我还有一令，你回到河岸，凿沉所有渡船。诺。将军果然不多问半句，知我者应将军也。痛快！我在沙场等你。楚军自不量力，别人都不动，就他们送上门来，也好，省了我们渡河。楚军又打退了秦军一波，大将军，我们要不要也上去？再等等，秦军势大，现在还不到时候。将军，章邯少前来报，楚军气盛，请将军出兵夹击。不行，这是调兵之计。我一动，赵、齐、燕3国援军立马就要冲过来解围。将军不能动，让章邯自己打。楚军的帅旗倒了，5万打40万，他们疯了吗？没疯没疯，看帅旗又立起来了，他们还没垮。视死如归，宛若天人啊，宛若天人。你们谁数了？楚军和秦军交手几次了？打了8场了，这是第9场。不等了，就是此时！传我令，打开营门，全军出动。是直扑巨鹿解围吗？不，全力进攻甬道。断了王离秦军后路。将军，楚军气势太盛，灵山军已经输了几场了，力不能支，正在逐渐撤退。赵、齐、燕援军此刻还没有动静，但再不出兵，甬道就没了。好，调兵出营。诺，得令。怎么回事？不好了！齐赵燕山国联军全部出营了，直奔甬道而去。项羽率领楚军渡江，破釜沉舟，9战9捷，击败章邯军，彻底摧毁了运粮甬道。本来作壁上观的齐赵燕联军也终于投入战斗，四面合围，最终消灭了长城军团。王离被俘，随后被杀。章邯退守棘原，巨鹿一战打掉了秦军半壁江山。项羽威压四方，成为诸侯上将军。